兄弟们，我站在嘉陵江上了，各位，但是我不在渝中，我是在北碚区啊，在北碚区，看没有，一个非常原生态的，我可以叫它小山城吧。你看啊，这边不像市中心这么闹啊。我今天坐了1个小时地铁来到这个北碚区，换句话说呢，就这个嘉陵江和我在市中心租房那个嘉陵江是一个嘉陵江。我可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坐一个小船，我就这么一路飘到华龙桥都是可以的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一个非常疯狂的假设，对吧？那你坐地铁都要1个小时，所以你要真划过去，那不知道多长时间了。那么这个视频我也来大家探索一下北碚，也就是重庆最北边的一个城区啊，最北边的主城。同时我这次看的位置就是他们这个主城城区，因为北碚说句实话，你可以理解为北京的一些，比如说昌平啊、通州这种感觉了啊。因为我也说我重庆它这个省的感觉，它重庆整个直辖市就是这种省的感觉嘛，所以它这个主城很多区域都特别远。那最南边的这个主城我已经探索过了啊，渝洞，就是最南边城区的最南边主城的城区渝洞我也探索过了啊，就是两江没合一的这个长江，这边是两江没合一的嘉陵江啊。那么如果你喜欢它，也可以去看看我那期视频。然后拍到这期为止呢，我重庆所有的主城区，就现在规划主城区我已经全部拍完了啊。那么这也是主城探索的应该是最后一期了，往后就是我的这个我住过的地方的一个总结和最后一个总结视频了，好吧？那接下来大家看看我的第一视角探索吧。大家好啊，各位，今天咱们从这个华龙桥市中心去重庆的北碚啊，北碚是离的重庆市中心比较远的一个地区，类似于可能比我上次拍那个巴南还远。巴南等于是两江没交汇之前的长江嘛，那北碚这个地方就是两江没交汇之前的嘉陵江，然后北碚有自己的城区啊。其实你可以理解为这种巴南呀、北碚，就类似于北京的郊区，因为重庆的这个是所谓的主城，它是指它这个重庆，你看它虽然是重庆市，但它整个的规划跟一个省是差不多的啊，所以不能按北京的那个看法去看。那现在咱们就出发啊，这个就是重庆的冬天啊，你可以看到，就这种阴沉沉的这种感觉，其实也挺难受的啊，它没有太阳，而没有太阳，为什么一般阴天不会拍视频呢？就是你看啊，这个阴天的时候拍的特别地狱，你知道吗？特别有犯罪模式的感觉。到北碚7块钱。重庆的单程票是这样的，我一直刷那个苹果的一卡通啊，因为要往返一个北碚就没钱了，我也懒得再充了，因为马上就要走了嘛，所以买了一个这个单程票。你来江北城换乘啊，江北城换乘很方便，走一个扶梯就到了。要是那个按最快的那个路线走，什么5号线还要换乘，太费劲了。我从这儿一直坐到这个，我操，终于到了，真他妈远这地儿。这个地儿有点像我们当时在昌平上学的时候，然后坐5号线，然后坐特别久才能到那个天通苑北，就那终点站啊。这种感觉，反正真的是挺远的一个地儿啊，咱们出站看一看。我们就从这个4D口出，然后呢过这个天齐广场，然后一路到江边啊。它这广场应该是比较中心的位置啊。这是北碚的城区啊，北碚区域也很大，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一开始说的北碚的确是比较远的一个地方啊。你想坐这么半天才到它北碚的城区，虽然它这个属于主城的几区之一，但是呢，实际上它就属于一个地理位置上属于郊区啊，但是我规划上它给规划到北京，规划到重庆主城的感觉啊。北碚这个地方是我来的第2次了，前年好像来了1次，来这边瞎逛，然后当时想进这个西南大学，因为在北碚城区这个位置，西南大学占了很大一块地，那当时想去看，结果呢没有身份证还不能进。这次我也带身份证了，看看能不能一会儿进去看一看是什么样子。但是咱们先是逛一下这个北碚的城区，然后呢再去江边，也就是嘉陵江那儿看一看啊。这个嘉陵江就是我在华龙桥那个嘉陵江，它是一条江啊，只不过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不同而已。但是其实也是挺不一样的感觉，就是说你在不同地方看到一条江，对吧？比如说你在重庆看到长江，其实你在上海看到也是长江，所以这已经出来了啊。
它这个地铁站外面非常热闹，看没有？还有唱歌的，我操！就是我出站的地铁口，然后它这个地铁站外面非常热闹，然后出来呢是一个非常这种城区的感觉啊。它这个北碚区，最早叫过北碚特别区，后来改过北碚市，就是以前它是一个市的规模。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城市嘛，因为它离这个什么渝中啊，那就是非常远的一个距离了。在以前没有这种轨道来说。像北碚这么大一个区，刚刚我也说了，它在做这么半天才做到它城区，它还北边还有片山区，然后再往北就到那个四川的那个广安的临水县，就是那次我的第2期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？我说那个滴滴的重庆滴滴的快车专车司机，他就是老家是这儿的，所以这个广安临水离这个北碚特别近啊。那这个城区就同样就跟我以前举过例，北京的这些。郊区的城区一样，就是它来衔接这些，比如镇上啊的人们来这儿玩，就他们的进城可能就是来这儿啊。为什么说这块是它的城区啊？它这边有很多它这个银行，比如刚才看到这个叫什么建设银行、中国银行、工商银行，你看它这些银行都在这块，就是北碚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位置。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叫广场，文化广场啊。看看，然后北碚还有一个感官，就是这块的地势，反正在建设这个感觉比较平啊，没有那么陡，都是这种缓坡，看没有？都是这种缓坡。你看这儿有一个交通银行，感觉这边全是银行，交通银行，这楼上有居民楼吗？然后工商银行，看没有？然后卖黄金的，这是天生街道，这应该是他们比较核心的街道。建设银行刚才也看到了，就这样的，相当于一个，我觉得像环岛啊，估计这以前也是走车的，改成这个步行街了。你看往哪儿都有。是周2晚上的6点38啊，是一个工作日的时间。然后现在我离开这个环岛，继续往就这个环岛的北，也就是东北方向，咱们要到江边上啊。然后我第一次来北碚的时候。可能走了它老城区，就是说这个算是一个城市中心广场嘛。我也走了它那个老城区了。那个老城区的话，我感觉节奏特别慢啊，就是它那个居民区，我说的意思。然后这儿有一个北碚的文化馆，这是他们比较核心的一个位置。这是他们的老旧的居民楼。这个感觉到跟他们城里的倒没什么区别啊，差不多，但明显这边楼拔得不高，发现没有？看没有？这边楼拔得一点都不高，那市中心拔得特别高楼。北碚公安局朝阳派出所，给我看懵了。啊，这是他们的居民楼啊，然后也这种小步道。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下午才开始拍摄，到这儿到晚上才拍吗？因为就是不论是晴天阴天啊，重庆一般晚上这些城市街道还都挺好看的，而白天阴天没有这些灯就会非常难看啊，就是那个天气阴沉沉的。它倒不是说雾霾，大部分情况就是雾嘛。你要坐飞机的话，你会发现就是川渝整个这个盆地，四川盆地被一层特别厚的雾给挡上了，但其实还有太阳，就这种感觉啊。这块有个叫北碚公园啊。就不逛了，因为这个还有很多行程计划，所以说就不逛这个公园了。然后看起来里边应该是挺凉快，挺树挺多的，整个那块我从远处看是黑色的，你知道吧？树特别多。然后它这块叫中山路啊，然后它这个城区附近有各种以这个地名命名的，什么北京路、广州路啊，然后各种啊都是地名命名的。这环岛和步道出来了啊，然后又到了一个新的走车的环岛，然后这块就已经能看到这个山了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说北碚特别有名的山啊，这个我不太清楚。但是这个走车的环岛我是有印象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前年我来骑电动车，我是在这骑的，因为这是我在这个北碚就是重庆唯一这个骑电动的第一次骑电动，我在重庆就是在北碚骑的啊，不是在他们这些比较核心的区域。然后这块应该马上就可以下到江边。
然后这儿有一个中国广电的营业厅啊，广电营业厅其实感觉挺少见的啊。这也是广电好像也是现在全国唯一的，就是第4个可以做这种网络服务的手机卡什么的。然后特别有意思，你看远离了它这个中心环岛以后，就这边就挺安静的，你看没有？这边都挺安静的。然后这个往前就快到江的部分了啊。唉，这个北碚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域啊，非常大的一个区域。但是的确，刚刚我说的，确实是远。但他就说，如果在这块生活，我感觉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城市3线城市的感觉吧。我不知道这么说形容对吗？反正1、2线那是肯定没有戏的，对吧？但是这个地区各方面物价的话，可能也会低一些啊。然后如果它这个你要去这个市中心，比如说去什么解放碑、教堂口，6号线就可以直达。那6号线也是我觉得重庆最挤的一条线之一啊。刚才看了，就是那个地铁的感觉，就跟那个什么一样，跟在北京坐地铁一样，那个4、5点钟人流量，人还挺多的。所以刚才我说什么特别像那个北京的5号线啊，甚至最快到头的时候，都有点像那日本的 JR 了，那感觉了。还有一个北碚川剧团旧址，这旧址指的是这个吗？我们就这样翻新的呀？不知道啊。这儿有个篮球场，这边感觉还是学生挺多的啊，因为这边西南大学在这儿，刚才我说过了，所以一会儿咱们看能不能过去看看。然后别的整体感觉它的分配就属于比较老年化的一个城区了，因为这边像年轻人估计都进他们市中心工作了，对吧？而且这边就是肯定国际化的东西，那就本来重庆市中心国际化的东西就少啊，这我不得不说。你看北碚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台旧址在这儿，这块北碚区，1951年北碚区，有没有？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区的地图吧，蔡家什么的，刚也都路过了。8线，对，北碚也属于他们这个8线的范畴啊，所以8线就特别大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说，你像咱们从小受的教育，感觉说一个县，好像一说县就县城那种感觉意思。但其实这块的这种所谓的8线，就是以前古代这种县，就类似于现在，比如说你美国洛杉矶县，洛杉矶县比洛杉矶市区还大，就是它一个很大的一种管理范围。所以8线刚才我也说了，巴南的鱼洞，我拍那期就是重庆最南的主城、最南的区域的城区和这个重庆最北边的城区，都在这个8线范畴之内啊。所以以前重庆就是8线嘛，8国嘛。然后他慢慢划片，把什么渝中啊、九龙坡呀、这些南岸呀、江北全是划出去的，都是从8线划出去的，只不过有的划的早，有的划的晚而已。所以这就是8线啊。然后这个八国跟蜀国，为什么就是说你跟重庆人说什么蜀国，他重庆人可能有的给你就带引号的急啊，的确是啊。你包括在文化宣传上一样，你比如我在成都玩的时候，成都会说的是，叫蜀都嘛，蜀都文化什么，就是蜀国的都会嘛，成都嘛。那这边绝对不会，就巴蜀2个字在重庆都很难见到啊，除了这种政府上的用语，对吧？巴蜀川渝经济圈可能会说，其他的这种地方上的这种很难会说巴蜀的这种用法，都是8国怎么样，或者都是这种用法。行了，我跟大家白活这一阵就为了到江边啊，我填满我这个说话的时间。然后这就到这个嘉陵江了，这就跟我的应该是我的下一个视频啊，就是我住的华廊桥那个江是一条江，只不过它应该在它的应该算上游吧，上游啊，等于这块又属于华龙桥市中心那块的上游，对吧？就这个意思。换句话说，我拿一个假设我有一个漂流艇，我从这个江上我这么飘过去，我就能飘到华龙桥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然后这就是也同样是嘉陵江，你看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吧？这块是北碚，对吧？这还写着北碚呢。然后你看这个对面，如果你在渝中区，比如华龙桥那块儿，你往江北看全是高楼，那这边就会比较原生态的感觉。同理，这又同理过来了，就是我在两路口菜坝的时候往长江看南岸的话，感觉就是说虽然没有江北那边楼那么高，但是楼会也是有高楼的，对吧？就是南平工贸那边，但是你在那个我在渝洞那期也是往长江对面拍嘛，你就发现是吧？
就没什么，就比较原生态的感觉。所以这是不一样的观感啊，要就是不一样的感觉，不然我跑1个多小时地铁来这儿，要没有一点变化就没有意义了。然后说一下来这块和我前年的感受不同啊。首先前年我不知道现在，因为跟前年没出一个地铁口，反正前年一出地铁站就一堆人给我发小卡片，你知道吧？一堆人给我发小卡片，就全给我塞小卡片，就我都不好意思拒绝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直接往手里塞那种。今年也没看到啊。第二点呢，就上次在这个江边走的时候，有很多小年轻，就应该这边本地的小年轻骑摩托，那种无牌照摩托就疯狂这么乱窜啊。但今年也没看见啊。然后现在咱们往下到这个嘉陵江底下，其实下到嘉陵江底下，本来我想拍我那个化龙桥大屏那期，我在渝中要下的，但是既然拍北碚了，那就也下来看一看吧。这个北碚本来没打算拍，因为毕竟有点远，但是原本那些晴天的那些视频，因为最近一直没有晴天，得1周多没法拍，所以就拍一期北碚，正好把这个重庆的主城全拍完了。重庆的主城我可是全拍完了。然后这块就是一个下面的一个步道，大家看见没有？还是挺安静的啊。你要是在那个化龙桥那边，不会这么安静的，各种公路、各种桥、各种轨道。你看这边就有一个跨江的桥，和这边有一个叫什么立交桥吧，然后就没有了。那你看这块全是以前拴船的那些链子，大家能不能看见？当然现在都不用了，应该现在都不用了。就这个水，哎呦，这个涨水的时候应该能到这块，看到没有？应该是可以的啊。因为现在是重庆的枯水期，那他没有说法是河川那边把水给拦上了，发电还是怎么着？我看一眼小红书他们说的，具体咱就不了解了。咱们站到这上面啊，相当于咱们在江边，在江中心走啊。现在咱们下去，是不一样的感觉啊！就是你在渝中，比如长江、嘉陵江边上，你下到江边是那种都市的江城的感觉，在这边就会比较原生态的感觉。当然，我相信如果在比如重庆的比较乡村的地方，挨着江，比如你看北碚，你看它还可以往这个上面走嘛，就是在那种乡镇里头也能挨着嘉陵江，那完全又是不一样的感觉，对吧？所以我可能拍这个视频，你们不太能那种切身的感受啊。就是如果你感受过这种感觉的话，就是挺不一样的这种状态的。这儿有打水漂呢，他们在这玩。打水漂得找那种扁的石头，胖的石头就不行了，就飘不起来了。早了，我刚才应该是从那边下，结果现在都是这种，因为这个水落下来以后全是这种石子路，挺难走的。然后我刚才还想说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你在这个江水旁边的味道是什么味道呢？江水的味道，我想想啊，我怎么举例？其实就像湖水的味道。比如说你在北京的八一湖、圆坛、朝阳公园，就那种大水塘，你就理解超大水塘里的那个味道，然后有点那种水草，就这种味道应该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如果说有船多的地儿，那可能就还有点那种船的那种机油的味儿啊，就没有说海的那种腥味儿。因为我记得以前视频好像没说过这个，哎呦，靠，真是不太好走，所以我来说一下这个。他写的这个叫什么？临水危险，严禁上坝啊。然后现在没什么事儿了。然后他们有人说北碚的碚，碚是那个石字旁嘛，是吧？说为什么叫碚，就因为水里有很多石头啊，这是一个说法。那具体为什么这么叫，那咱就不清楚了。大家评论区可以补充一下啊。然后你看这边的话，就是一个比较原生态的感觉。这边估计晚上没有什么景观照明啊，你看都没有。它应该只有这个桥这儿有个灯，对吧？不像渝中，对吧？有钱呀，渝中区就各种景观照明没有的。而渝中对面的江北和南岸也都有钱嘛，相对来说有钱啊。跟北碚来比的话，哎呦我操！哎呦，咱弄一大坎儿，我靠！临水危险，没事啊，因为这个已经水位非常低了。嘿，我推荐大家看我视频，就是你有个比较长的时间来看啊，得耐着心来看。如果说想用短视频那种爽的感觉，那基本在我视频上是感受不到的，对吧？因为我所说的话是没法，几乎我想了想，
没法省略的。如果省略的话，都已经剪掉了。各位，那现在我就已经是走在这个嘉陵江上了啊。如果涨水，这块就被淹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就淹到这块呢。所以我现在其实可以走在江上。然后这玩意儿是干嘛的？你看这有弄一个弧度的啊。其实我想等画廊桥那期再说的。它其实就为我觉得啊，我没查，它应该就是为了保证这个船的通行。比如说这边要干了，它弄一个这种促进这边水位流动啊。我猜测应该是这样，就让这边有水可以走，这边淹就干了就没关系了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然后这个整个江上都是这样的啊。然后为什么有船呢？那个有的观众给我评论是这底下有石头，所以放一个船在上面。你看它这是亮灯的啊，这个是通用的。哇，这空气好好啊！对面就是山，这边学生放学就在嘉陵江边上玩，挺有意思的啊。在巴南移动的时候，那边就在长江上。然后这块儿，你看这块儿，我感觉有水出来吧，但是这块儿按理说应该没有吧？这不太懂什么原理啊。因为水在这儿有一个相当于说有一个小山坡，然后水等于说跨过这个山坡，有一个冲击力还是什么意思？但我觉得不像是有水从这儿出来的感觉，虽然看起来像。然后这边有很多钓鱼的人啊，这边倒是安静，这边江上真的是安静。还是那句话，你在那个市中心那边的江上特别吵，就特别热闹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那种一个繁华的山城，对，就名副其实那种山城的感觉。这边的话就是小山城，我可以这么说吧。然后你看这边就北碚，你看江边的楼，就刚刚那些什么广场啊，就已经看不见了，就是这样的。我操，这是石头吗？我他妈以为是一个狗他妈躺这儿呢。石头，妈的吓我！啊，你看这儿啊，我也观察过，它桥上有这种横向灯吧，这是可以通行的意思啊。然后你看，比如说在水再枯一点，这边就应该全断了，这边肯定走不了了啊。看这钓鱼的人在这儿，这边就给它阻断了。你看，就整个嘛，刚才我说这个坎儿这么转过来呢，这么过去，这样就保证这边的水可以通行。我猜测的啊，我觉得我这想法是对的，因为要不然他建这干什么呀，对吧？哇，快走到头了。这个就是嘉陵江啊。那句话，我在这儿弄一个漂流船，我就如果假设可以行的话，我就可以漂到化龙桥，非常远啊，非常远。然后我坐地铁坐了1小时了，快到头了。好了，已经天快黑了啊，灯也开了，估计它北碚这个嘉陵江这块应该就这状态了。所以我的另一个想法就是说，在重庆的，比如说60、70或者80年代，那么会不会当年的这个重庆市中心，比如说渝中那块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或者说我看到了一个几十年前的渝中区，对面江北，对面南岸，你可以就是能不能感受我这种，想一下我这种说法，其实也是有道理的，对吧？那会儿也没有轨道，你看这边也没轨道，只有个跨江大桥，然后这边这些楼都是自己人家那个这种居民楼吧，然后呢也不会开灯，开那种景观照明一样。然后你看对面这些山，因为重庆市中心也是这样的山，只不过山上全建了这种城市的感觉，所以叫山城嘛。它比较好玩一点嘛。你看对面，其实因为大家可能通过手机可能看不太清楚，但你看这边都有这种小亮点，包括走的这些车都能看见。而且这现在这种扑面而来是有雾的啊，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出来，这边是有雾的，就是雾就在你眼前，在你面前的感觉。尤其是你看到这边这种比较山多的地区，来拉近了看一下，你看这边，发现了没有？所以这块感觉更像一个几十年前的重庆市中心啊。我的一个小猜测，我感觉是这样的，没有轨道啊，没有那么多的车。然后这边最近的地铁就是北碚站啊，也就6号线终点站，是地铁在那儿，然后也可以从这儿直接到市中心。OK， 在这儿发了会儿呆，看了会儿这个比较原生态的江景啊，现在基本上已经完全黑下来了。你看这边就是点点的这种星光啊，灯光在闪烁，然后对面这些人啊，包括想走来这个老爷子的脸已经看不清楚了，非常的黑。所以我也不知道，如果在北碚这种相对重庆比较远的地方生活个1、2个月，或者生活一段时间，是什么样的感受啊？其实也是挺不一样的感觉，对吧？这边感觉就是比重庆主城，就是比重庆市中心啊，我不说主城，比重庆市中心的节奏还要慢。就重庆市中心渝中区的节奏，我已经觉得非常慢了啊，但这边就是更慢，所以说
当然还有更不慢的位置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是就为什么旅居也一样嘛，就是想看看不一样的那种生活节奏，对吧？你看这个像不像一个小狗躺在这儿？真的非常像。走了，上岸了，上岸，关键没灯了，都看不见了。其实在这边上大学还好，其实还好，因为有地铁嘛，可以到市中心。你在这儿谈个男女朋友，你在这儿谈恋爱，江边谈恋爱，他妈谁都看不见谁，对不对？还挺自由的。然后你要想去市中心坐个轨道就过去了。在重庆北碚听到的另外一个有北京口音的人，这也不是人啊，是歌啊。有人在唱那个郝云的歌，大家知道郝云吧？这在广场上放呢。我说听半天，我说怎么有北京口音的人啊？我在重庆几乎听不到什么北京口音的人，我就有听见。看已经黑了啊，已经黑了，这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。我天哪，看没有？照一张啊！这块比较适合发呆，真的。所以重庆很多本地人啊，比如城市的市中心的人，他们好像很多来这儿北碚泡温泉呀，对吧？来这儿就是度假，好像他们来这块啊。但是的确是更慢嘛，更接近以前的这个重庆，感觉有可能是。就理解了一下，他说这个上坝，刚才说严禁上坝，可能说这个上坝是指的类似于一种，比如菜园坝，比如珊瑚坝，就是那个江中心的那个土地啊，它是这个意思，怕你跑上去，然后水一涨水吧，一涨水你他妈下不来了。你看对面就有这种一块小土地在上面，哇，这个江水的味道，真的就是我跟大家就说，就是北京玉渊潭、八一湖、长公园那个水的味儿，就这种有水草那种味儿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上去。哎，这是我一直想试的功能啊，就是在录像的时候把这个手电筒给打开啊，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，看没有？就这个江，它没有景观照明啊。当然我不是说它不安静的意思啊，这边也离他们这城区也挺近的，就是真的是很难在这种户外的场地看见这么黑的地方。我记得也就是我特别小的时候有这种状况，现在大家在城市里生活都是灯，对吧？各种什么楼的灯、路灯、车灯，全是这种。但是在这边，你看，如果把灯关了，就基本看不见，手都快看不见了，叫伸手不见五指嘛，他们这话说的，一点都不夸张啊。看到没有？我不知道你们都看不见了。兄弟们，这给我吓一愣，我以为是他妈一条大蛇呢，我操！哎呦，还是得提高警惕。像不像？就是突然一扭头一看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啊？看没有？这块亮了个小灯的，这个就是刚才我站的那个地方啊，就是录视频开头那个地方。然后这块亮灯是对面钓鱼的，但大家应该已经看不见了。然后这就是这个桥，这就是他们这个北碚城区的这个江。然后你看，就是昏暗的小灯光，那其实这是最合适的，也不需要特别亮，是吧？你看渝中那边是没办法，它必须给它照亮。但这块就是一个原生态的感觉，相对来说原生态啊。还是那句话，更原生态就是去他们那种村镇这块，那个就是意义就不太大，所以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哎，江边的房子还挺新的，这翻新过的还是新建的呀？你看这个大排档多热闹，就在江边啊，就刚才我下这个江边。然后现在我想这边看看没有一个吃饭的地儿，找一个什么重庆江湖菜，如果是北碚这种特色更好，看能不能找着吧。好，广场舞矩阵，看没有？太牛逼了！刚才还是银行呢，刚才过来。好了，回到这个地铁站了啊。其实说实话，这个北碚这个站，虽然你在市中心看起来特别远，但它这个北碚站又是北碚特别核心的位置。你看这都开始跳上舞了，非常热闹。你像北京庙会也就这个状态，也就这个人流量。好吧，那这期视频就是这样。如果你喜欢我视频，请给我3连关注 ，YouTube 点赞订阅。同时呢，我的视频也在全平台抖音、西瓜，然后小红书都会发布我的视频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就给我这个关注一下，然后 YouTube 一定要订阅一下。